朋友们，有没有一种能力，只要具备了，人生就可以走得顺利呢？如果你当下的生活充满不顺，整天的愁眉苦脸，那这个视频一定要耐心看完，相信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的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能拥有这种能力，那就是接纳。我们这一生呢，不论你的出身、学历、长相、能力如何，谁能对人对事接纳得多，谁的一生就更顺利、更幸福。听到这呢，可能有人觉得这不是废话吗？先不要着急，我讲的这个接纳呢，可能和你头脑里想的并不一样。首先，在你的印象中，谁能做到笑口常开呢？是不是弥勒佛？那他为什么能笑口常开呢？因为他大度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事，开口便笑，笑世间可笑之人。他想提醒世人的是，要学会包容，学会接纳，因为量大福才大。就像跨栏比赛，比的就是谁能快速跨栏，快速向前跑。你倒好，遇到个栏杆还没跨呢，就先蹲在那难过。我怎么这么命苦？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个栏？你也不研究跨栏的动作，就原地在那不动，然后担心后面还有没有栏呢？要是还有，我该怎么办呢？要是能找个人抱着我过去就好了，是不是特别可笑？我们每天就是这么蠢的可爱，难怪弥勒佛要笑世间可笑之人。那如何做到量大福大呢？接纳每个瞬间，接纳一切的发生，因为接纳就意味着这个栏根本就卡不住你了。你要正视它，跨过它，最终放下它。从接纳的那一瞬间开始，它就再也不能干扰你。不管未来是否还有栏，还有多少个栏，有了接纳的能力，跨栏对你就都不是事了。如果事都不是事了，剩下的不就是顺利和幸福吗？可见心法最重要，因为心小事就大，心大事就小。听到这里呢，你可能就会问了，任何事都要接纳不拒绝吗？难道就做个受气包软柿子吗？当然不是。很多人呢，总是把行为和情绪混为一谈。我们说的接纳呢，可以分成两个角度。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心对境遇的接纳，第二个是对情绪的接纳。首先，第一个心对境遇的接纳，也就是实事求是。为什么要把心对境遇的接纳放在前面？因为只有接纳了你，才能不陷入情绪内耗，冷静地采取利益最大化的行为，而不是一时冲动。比如汽车发生剐蹭，你不接纳它就不发生了吗？此时你的各种抗拒，比如抱怨、后悔，甚至互相埋怨指责都没用了。唯有接纳它，才能面对它，解决它，最终放下它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单就这一件事就能让你难受1个星期，不是吗？再扩大视野，你会发现其实所有的烦恼痛苦，不管是自卑、后悔、抑郁、焦虑，还是愤怒、抱怨、恐惧、绝望，只和这3个字有关，就是不接纳。不接纳考试的失利，不接纳碌碌无为，不接纳亲人的离去，不接纳爱人的背叛，不接纳别人的优秀等等。然而，不接纳它就不存在了吗？你不接纳30年，负面情绪就笼罩你30年，除了伤心难过，对解决境遇有什么帮助吗？不接纳就是有这种力量，像五指山一样牢牢地困住你。然而一旦反过来，一旦你实事求是接纳一切的发生，接纳的瞬间，负面情绪就消失了。哪怕你是要骂人，也是有明确的目的，比如敲山震虎，而不是被情绪冲昏头脑。
情绪和行为是分开的，是两码事。情绪是念头的放大器，没有觉醒的人都是情绪支配行动，而觉醒的人是智慧指引行为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中讲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很多人只理解了表面，过去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就是不想过去，不想未来，只想现在呗。错了，现在心也不可得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不要想，不想才是重点。换句话说，你不能跟着念头活，因为念头中的人生并不真实，这才是此处的深意。它是让你明心见性，回到生命的本态，回到真正的自己，也就是让智慧指引人生。那具体怎么做呢？就是接纳，接纳你无法改变的，去改变你可以改变的。更重要的是对结果不执着。比如堵车的时候，大部分人条件反射出的就是抗拒，表现为烦躁、抱怨、按喇叭，甚至破口大骂。有用吗？没用。那怎么办？接纳。一旦接纳了，你的注意力自然会转到你可以做的改变上，比如听一段音乐，或者趁此机会好好看看蓝天白云、花草树木，甚至做几次腹式呼吸。这些都是在平日的忙碌中很有可能被你忽略掉的。感恩生命今天给你制造了这样一个机会，将计就计不是很好吗？只要接纳，念头就会停下来，头脑就静下来了，你就是放松的、自在的。这时你会发现有很多种可能性，而不只是当初头脑中的单一选择。这就是智慧，给了你生命更大的空间，就是新的指引。再比如生病了需要住院，假如是你，你会怎么想？绝大多数人第一时间会是抗拒。为什么会是我呢？我怎么这么倒霉？我命太苦了，我好害怕，谁能帮帮我？你多么希望能从亲人朋友的嘴里得到放心吧，你没事，很快就能好的肯定。于是你一遍遍地向他们确认，然而他们又能怎么说呢？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无法接纳。当然这并不容易，但如果你对生命的实相有深刻的了悟，知道这个肉身只是大脑合成的影像，并不是真正的你，而生命本身是更高维度的，是老子说的道，佛家讲的空实，你便明白肉身只是旅馆，真正的你是来住旅馆的人，而不是旅馆本身。所以生病的这个人，只是你这辈子人生幻影中的角色，而不是真的你。明白了这些，你自然能坦然接纳一切。生病就生病吧，剧本中的固定情节随它去吧。生命不会犯错，一切发生皆有利于我，因为我就是全部的生命，生命就是我，我不可能不爱我。生命透过生老病死的无常，只是想再次提醒我，要时刻记得真正的自己，要与生命合一。接纳的瞬间，你便不再恐惧，因为真正的你是永恒的，从未生过，也不会死。你离开了念头，回到了心的宁静，这时注意力自然转回到当下可做之事上，你会积极地配合治疗，安心养病，会不再关注结果，随它如何，怎么都行。你轻松应对一切，自然也不再给家人带来压抑与痛苦。你活在每个当下，不枉费生命的每一分钟。当然，凡事都有过程，不可能今天你听了，回去用马上就见效，因为习性太重，你还会不自觉地跟着念头走。比如你做不到对当下现实的接纳，又开始胡思乱想，越想越急，越想越痛苦。
这时候就要讲到接纳的第二个武器了，就是接纳自己的情绪。这里有一个关键点，就是同样还是接纳现实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接纳我自己又执着头脑里的念头了，于是我又焦虑了。没关系，我接纳，下次不跟着念头走就好了。这里的事实是，你焦虑痛苦是因为被念头牵着走了，而不是我好没用。我怎么明知道念头是假的，却做不到不去关注呢？这些不是事实，而是评价，是念头。这一点要特别注意。归纳成一句话，就是只有念头才会让你痛苦。在起情绪时，不要埋怨自己，而是接纳事实。什么事实？只要是人，就不可能不起念头。不怕念起，就怕觉迟。接纳自己生出念头，跟着念头走这个事实，但是心里很清楚，念头都是假的，下次不跟着走就是了。这样呢，你就不会让失望或者是泄气把自己带入痛苦，于是注意力就又重新回到了当下的生活。总之，接纳最大的功效就是事再也卡不住你了。你的注意力从接纳的那一瞬间，便不再在意它了，它也影响不了你了。最后呢，再讲一个关于接纳最严重的误区，就是很多人都以为接纳就是躺平，说接纳事实不就是不做改变吗？这不就是躺平吗？其实真正的接纳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，一发不可收拾，又怎么可能躺平呢？接纳的真正含义是明白人生的真相，于是不再挑剔，允许一切如其所是，心中没有执着。而躺平是不明白人生的真相，心中有执着但又做不到，于是放任自流。两者最大的区别是一个心中没有执着，无挂碍故无有恐怖，随性自在，而另一个心中有一个执着，于是陷入求而不得的痛苦之中。接纳是在众人堆里时，别人1.7米，你1.6米，别人是老板，你是员工等等，这些不可改变的情况，你都不和外界去比较，随性而自在。大家只是不同，没有谁好，也没有谁坏。我允许自己与众不同，仅此而已。为什么你能做到这样呢？因为你明白，你之所以是这样，是由无数个条件组合而成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你清楚世界本是无好无坏，无美无丑，无得无失的。一片有花的草地，当你需要花园时，花就是坏，草就是好；当你需要草坪时，草就是好，花就是坏。可见好坏并不是天生的绝对的，而是来自于我的评判，而评判的标准受时代背景、潜意识等等影响。举个例子，你对幸福成功有一个标准，就是你认为只有自己拥有一套200平米的房子，每年收入20万到30万才是成功，才觉得幸福。社会习气影响了你，形成了你的执念，但只要换个环境，你的执念立马破除。比如洪水面前，什么200平米的房子，只要活着就是幸福了。执念其实就是这么不堪一击，而它却蒙蔽了我们的双眼，看不到真相。只要有执念一天在，一旦缘分具足，你就会一次又一次陷入同样的痛苦，不是吗？难道你要因为被洗脑的认知而困住自己，痛苦一生吗？好像并不太值得，对不对？再深入一个层次，我又是谁呢？一个大脑创造出来的概念，一个虚拟身份而已。没有大脑又哪来的我呢？没有我又哪来的好坏得失呢？明白了这些，你自然可以放下执着，接纳一切的发生，允许不同，
允许一切如他所示。那在生活中我们具体该怎么去做呢？第一，接纳一切改变不了的境遇，因为一切都是种子印记的投射，不是你能改变的。更重要的是，明白世界只有不同，本无好坏，好坏是来自小我的评判。第二，手中，你当然可以有对美好生活的想法，但也要允许不同的结果发生。尽人事，听天命，不执着，便回到真实，保持平衡，才能不受情绪干扰，充实而自在。第三，放下期待。我们总认为美好是在未来的某一天，比如等爱人回心转意了，等我发财了，等孩子长大了，等我身体健康了，那就幸福了。真相是你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，当下即可。你为什么会期待呢？因为你对当下不满意，不愿意接受。但当你可以认清真相，接纳一切发生时，你会发现美好本就在当下，没有一天不美好。不信，现在就可以试试。当你能够接纳自己的任何状态时，当下你就不再痛苦了。在任何情况下，接纳都能带给你勇气、力量、爱与智慧。因为对抗是头脑二元对立下趋利避害的小聪明，而接纳来自全部生命的智慧。随着你对生命实相了悟的深刻，你就能越来越彻底地接纳。这样一来，人生中的任何境遇都不再能干扰到你，只剩下平静、安稳与自在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